之前很多人在问我说，看到网上很多文章在讲喝咖啡能减肥能瘦，这是真的吗？所谓的咖啡能帮助瘦身和减脂，主要得益于咖啡中所含的咖啡因。咖啡因并不是什么稀罕的物质，你喝的茶、可乐、红牛、咖啡以及吃的巧克力中都含有咖啡因。当你摄入一定量的咖啡因，它会在你的体内产生如下的效果：促进体内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，从而加快你的新陈代谢速率。因此，不论是在运动中还是非运动状态，你都会比平时消耗更多的热量。而且喝咖啡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，它能增加身体对脂肪的调度，提高脂肪在运动过程中的功能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你在做有氧之前喝上一杯美式，就能比平时多消耗掉那么一点脂肪。此外，咖啡因还能延长你的训练状态，延缓疲劳来临的时间，那么你就能以一种比较舒服和兴奋的状态运动更长时间，消耗嘛自然也就更大了。而从另外一方面，咖啡因还能抑制你的食欲因为它会激活你的交感神经，而人在这种状态下，身体会更加倾向于战斗和应激，而不是吃东西和休息。所以从这几点来看，咖啡因确实能帮助你减脂和减肥瘦下去，但是这些效果产生的前提大都还是建立在运动的基础之上。讲完道理，我们再来看看关键的该怎么用。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建议，成年人每天的建议摄入量约为400毫克。400毫克有多少呢？就拿我们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含有咖啡因的饮品来看，国产红牛含有50毫克，进口红牛75毫克，魔爪86毫克，瓶装可乐大概含有48毫克的咖啡因。而这种最常见的咖啡种类，我们就拿星巴克来说吧。从我找到的资料上来看，美式的咖啡因含量最高，一份超大杯的美式基本上就快赶上我们一天的量。而我经常在训练前吃的但猛凝胶也含有200毫克的咖啡因。上面这几种含有咖啡因的饮品，你们最喜欢哪个？该不会是可乐吧？那如何摄入才能对健身起到最大的帮助呢？咖啡因从进入人体开始，大概需要60分钟达到效果的峰值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训练前40分钟左右摄入3毫克每千克体重的咖啡因。比如说，对一个70千克男性来讲，差不多为210毫克。因为你要考虑到不会带来额外的热量摄入，所以一杯纯正的美式就会比摩卡更加合适。当然，氮泵补剂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你的锻炼时间特别晚，那我就不建议在训练前摄入咖啡因了，因为这样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。那么你可以把它留给周末的训练。而至于频率，我建议不要每次训练前都喝，更不要每天都喝，因为咖啡因跟很多其他物质一样，频繁的摄入，人体容易更快的适应它，导致它对你的训练效用不断的减小。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1周2到3次，而且最好用在训练量最艰苦的那一天。如果你某个时间发现喝了咖啡或者摄入咖啡因之后，身体没有以前那么得劲了，喝了跟没喝似的，那就果断停掉一段时间吧。一般来说，2-3个礼拜之后，身体就又能恢复对咖啡因的敏感性了。Now that's fresh mountain-grown coffee from the hills of Colombia. 当然，如果你属于对咖啡因过于敏感的人群，喝一点就心悸、失眠、头胀，那就建议换成咖啡因含量更低的饮品，或者就干脆放弃它了。而对于孕妇、备孕期的女性以及有高血压的人群来讲，就要尽量远离含有咖啡因的饮品了，或者在医生的建议下谨慎摄入。那么最后再来总结一下，咖啡对于获得好身材确实是有帮助的，但是归根结底它还是需要你自己动起来。只喝不动，除了能让你上班敲键盘敲得更得劲儿，对肚子上的肥肉和胳膊上的肌肉应该还是没有太大的帮助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，这里是艾瑞卡电台，我是艾瑞克，咱们下期见。